结婚5年，我老婆一直以为我是靠卖碎茶为生的废物，直到她为一个假海龟当众发朋友圈决裂，还把离婚协议摔在我面前，我再也忍不了了。她不知道，她所有职场资源全是我随手搭的桥。既然一心想走，那我直接撤掉他所有梯子。我当场叫来全城首富，断了他的黑卡，停了他所有合作。我老婆后悔莫及，哭着求我复合，但是已经晚了。当初是他亲手撕碎我们的感情，如今再后悔也为时已晚。沈先生，这是您名下37间商铺的本月报表。先放那儿吧，罗总，来尝尝今天的茶。莫川，这批大红袍不错，母数级的。去年武夷山谢家老寨收的，就剩3斤，您慢慢喝。这么晚了，嫂子找你有事儿？还是单身好，明天就去离沈墨川。来，大家举杯，欢迎我们的海龟精英贺学哥回国。晴姐霸气，早该离了，那个开茶单根本配不上你，贺学长和晴姐才般配。怎么了？出事了？没事。莫川，你这是真要离？沈墨川，你发什么疯？我喝多了开玩笑的，你看不出来吗？赶紧给我撤回！不接，女人喝多了闹脾气，哄哄就行了。不需要。莫川，嫂子那边你心里有数就行。我心里有数，罗总慢走。对了，下周那个商会年会你来不来？看心情，有时间就去。5年了，他从来没注意过这把有价无市的壶，只当我是个没出息的跑茶闲人。又是这样，为了一个刚回国的老同学，连家都不回了。这份协议，我准备了3个月。婉晴，我给了你3个月的时间回头，可你呢？3个月，6顿饭，2场电影，1次过夜。真以为你那点破事能瞒天过海？你在他面前笑得这么开心，在我面前却总是嫌我泡的茶有股树叶子味。林婉晴，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既然你这么向往他的世界，那我就成全你，看看没有我，你的优秀学长能给你什么？看看你引以为傲的事业又能剩下什么？这一次，我不会再替你收拾烂摊子了。连看都懒得看一眼吗？林婉晴，我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墨川，晴晴喝多了说的气话你别当真，她到家了一直哭，你知道吗？你就不能大度一点？沈先生，我是贺子航，昨晚的事是误会，我跟林婉晴只是普通同学关系。老魏，今天上午我有点私事处理，下午开门，好茶给你留着。1式3份，1人1份，行吧，也算有始有终。沈墨川，你居然来真的！沈墨川，你什么意思？协议书是怎么回事？我昨晚就是喝多了开个玩笑，你至于吗？我说过了，今天9点，民政局见。我不去！你把话说清楚，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好，躲着我是吧？我亲自去找你。沈墨川，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沈墨川，你个大男人关着门算什么本事？婉清都亲自来找你了，你摆什么谱？有话说开不就行了？开门，求你了，我们谈谈。婉清，我上午有课，下午3点以后你一个人来。什么客人比你老婆还重要？你装什么大忙人？墨川在里面。季老，您来了，今天给您备了白毫银针。哈哈，墨川啊，我就惦记你这口茶呢。婉清，那老头谁啊？看着不一般，连迈巴赫都开上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这装腔作势的毛病真是越来越离谱了。沈先生，我是贺子航，林婉晴的大学同学，昨天联系过你。贺先生，坐。沈先生，今天来主要是带林婉晴解释一下昨晚的事。她喝多了，那条朋友圈是酒后胡说，没有别的意思。你来我这解释，她自己不来。我不是和她说了下午3点。她今天状态不好，在家休息。沈先生，男人嘛，大度一点。女人喝多了说几句气话很正常。贺先生，你跟我老婆什么关系？沈先生，我们只是普通同学。普通同学，替人家来跟她老公谈。我跟林婉晴是多年好友，她状态不好，我帮个忙。帮忙？贺先生，这是你昨晚给我发的消息。我跟林婉莹只是普通同学关系，你怕什么？你什么意思？3月14号，你们在云山路那家日料店吃饭，坐了3个小时。4月2号，你们去看了一场午夜电影，散场后你送他回家，车在楼下停了20分钟。5月底，你们去江城所谓的项目考察，住的同一家酒店，隔壁房间。你调查我？不需要调查。这条街上的人嘴碎，什么消息都往我这儿送。沈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哪有？你不是来解释的吗？我也解释一下，你做的这些我都知道，所以你以后做事一定要深思熟虑。你一个破开茶馆的，装什么大尾巴狼？婉清跟着你这种废物，迟早要毁了！墨川，上次你说留了半斤桐木关的金骏眉给我，我可惦记1星期了。魏总，真巧能在这儿遇见您，我是华创基金的贺子航，上个月给您递过一份合作方案。哦，华创的贺总啊。对对对，正想约您喝个茶，聊聊那个项目。不用了，你们那方案我们内部评审没过，全是些虚头瓜脑的 PPT， 连个实体抵押都没有，条件不成熟。魏总，其实我们背后的资金盘很大，只要您愿意给个机会。行了，做生意讲究实打实，我不玩空手套白狼那一套。墨川，你这儿来客人了，要不我等会儿？不用，贺先生正要走。沈先生，改天再聊。那人谁呀？跑你这儿来推销了？一个跳梁小丑。您尝尝这泡金骏眉，今年桐木关的雨水好，蜜香特别正。好茶。对了，说点正事儿。你名下环球中心那栋写字楼，下个月有几家公司租约到期，物业那边把速租名单递过来了，其中有个叫灿星文化的，好像最近效力不太好，想申请延期交租，你看怎么处理？要清退吗？不用清退，按合同办事，逾期1天停水停电。哈哈哈哈哈！行，还是你狠，我就看不惯那些没实力还硬撑的。林婉晴，你以为贺子航能给你铺路，却不知道你脚下的路全在我的地盘上。
沈先生您好，我是盛恒地产的李助理，罗总让我打的这个电话。李助理，有什么事直接说吧。罗总想确认一下，您之前推荐的那个广告公司林婉晴所在的灿星文化，下半年的商业街户外广告项目还让他们继续做吗？不了，换一家。好的，沈先生，我这边马上跟灿星终止合作。还有，步行街翻新的策划案，也是灿星在对接吧？是的，是林总监直接负责的。也换了。明白。釜底抽薪，莫川，你这是要断了他的根基啊！我只是把借出去的梯子撤回来而已。第4天了，沈墨川居然一个电话都没打，装的呗。以前哪次不是他死皮赖脸求你回去？这次估计是想硬吃一回。你信不信？最迟今晚，他肯定带着礼物去我那儿接你。哼，这次就算他跪下求我，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真以为离了他我活不了？我现在的业绩全公司第一。喂，李助你好。什么？终止合作？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谈的好好的吗？李助，是不是预算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喂，怎么了？盛恒地产把下半年的户外广告和步行街翻新案子全撤了。那可是你手里最大的2个单子，怎么会突然撤？不行，我得给罗总打个电话问清楚。喂，王总。什么？你们也要解约？不是，王总，你听我解释。林总监，不好意思，这个决定已经定了，违约金我们承担。张董，林总监，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后续会有人跟你对接解约事宜。婉晴，到底出什么事了？没了，全没了。我手里这条商业街上的客户，在10分钟内全部要求解约。这不是巧合，绝对不是巧合。沈老板，打扰了，我是灿星的总裁程瑞。程总，坐。不瞒您说，今天来是有事请教。盛恒地产突然终止了跟我们3个项目的合作，另外2家老客户也打了退堂鼓。我问了一圈，都说跟你有点关系。程总，我跟林婉晴的事你听说了？听说了。那你应该明白，我之前帮灿星介绍客户是因为他现在要跟我离婚，我没有理由继续帮。沈老板，夫妻吵架归吵架，生意是生意。对，生意是生意，所以我没让任何人为难灿星，我只是个人不再推荐了。这些客户愿意继续跟你们合作，那是你们的本事；不愿意，那是他们的选择。沈老板，我理解了，打扰。走吧，程总。我就不送了。程总，盛恒那边到底怎么回事？罗总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我马上带团队去他们公司堵人。这几个项目我熬了3个月，绝对不能就这么黄了。堵人？你拿什么堵？拿你那些自以为是的方案吗？我的方案在业内是顶尖的，罗总之前明明很满意，还夸过我。林婉晴，你醒醒吧！你真以为盛恒、远大这些大客户是冲着你的方案来的？不然呢？这是我凭本事谈下来的。凭本事？你凭的是你老公沈墨川的面子。你说什么？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就是一个开破茶馆的。开破茶馆的，整条商业街37间商铺都是他的，没有他沈墨川点头，你以为罗世平那种级别的大佬会看你一眼？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哼，现在他把资源撤了，林总监，证明你本事的时候到了。这3个项目你要是挽回不了，自己看着办吧。墨川，我想和你谈谈。今天没带闺蜜壮胆，也没带学长撑腰。我一个人来的，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我知道那条朋友圈是我不对，我不该喝多了乱发，更不该让贺子航来找你。我向你道歉。我都已经拉下脸来找你了，你也该消气了吧？说完了，门在后面，不送。沈墨川，你非要这么绝情吗？昨天程总找我谈话了，他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月底前不能挽回流失的项目，我总监的位子就保不住了。你就算生我的气，也不能拿我的事业开玩笑啊！你知不知道我爬到这有多难？你赶紧给罗总他们打个电话，把资源恢复了，行不行？只要你把项目还给我，朋友的事我以后绝口不提。所以，你今天这身打扮，这句道歉，不是为了我们的婚姻，是为了保住你的总监位置。我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好，但工作是我的底气啊！我没了工作以后怎么在公司立足，怎么在同学面前抬起头？你的底气？对，我这5年没日没夜的加班，陪客户喝酒喝到吐，拼出来的业绩，你一句话就想给我毁了？你凭什么这么自私？林婉晴，你是不是真以为你这5年的业绩全是你自己拼出来的？好，那我们就来算算你这3年引以为傲的业绩。3年前，你刚升副总监，拿下的第一个大单，宏远集团的年度广告框架。那是我带着团队在宏远门下蹲了半个月，修改了23次方案才拿下的。宏远的季宏远是我10年的茶友，你蹲了半个月，连他面都没见到。那天晚上我在这个茶台借他泡了一壶老白茶，顺口提了一句我太太在灿星。第2天，他的助理才接了你的方案。你胡说！季总明明说是因为我们的创意好。创意好？你好好想想，当时比你们报价低、创意好的公司有3家。季宏远凭什么选一个刚升职的副总监？还有2年前鼎盛科技的新品发布会，你说是你喝了3斤白酒，把鼎盛的王总喝服。那次我胃出血进了医院，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进医院的当晚，王总的电话打到了我这里，他吓得连连道歉，说不知道你是沈太太，否则绝不敢让你沾一滴酒。第2天，合同直接送到了你的病房。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些都是我自己谈下来的，你骗我！你以为你在商场上叱咤风云，靠的是你的能力？林婉晴，你这3年签下的每一个大客户，背后都是我沈墨川的一句话。没有我，你连他们的门槛都跨不进去。那灿星提拔我当总监呢？程瑞亲口说的，是因为我带的团队业绩最好。业绩最好，那是因为你手里的客户没有一个流失。你好好想想，罗世平、魏建邦、季宏远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商界的大佬？他们凭什么把公司的广告业务交给一个刚升总监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妻子。不可能，这不可能！我这5年的努力，难道全都是假的吗？就算你帮了我，那又怎样？我也有我自己的实力。我最引以为傲的那个案子，那个让我拿到行业大奖的案子，总不是你帮我的吧？你是说，去年那个跨国品牌的亚太区代言案？对，那个案子是我一个人飞去香港，跟他们的亚太区总裁谈下来的。你连那个总裁的面都没见过。你自己看看吧。这是什么？那个亚太区总裁是季宏远在海外的合伙人，你以为你凭什么能见到他？因为季宏远打了个电话，说你是我沈墨川的太太。可你呢？你回家跟我抱怨说你同学的老公年入100万，觉得我守着个破茶馆没出息。我那时候喝醉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个总监的位子1年到手40万，这40万里到底有几块钱是你自己真实的能力？5年了，你逼我离婚，当众羞辱我。现在你坐在这里，第一件事问的还是你的工作。你眼里真的有我这个老公吗？
离婚协议书在家里，你想好了，随时来找我签。墨川，真的要这么绝情吗？我说过，我什么都不要，但我也不会再帮你。从今天起，以后的路你自己走。沈墨川，你这是把老婆往我怀里推啊！女人最脆弱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喂，林总啊，对，我是华创基金的贺子航，正想约您喝个茶呢。听说您最近在看文旅项目，正好我手里有个稳赚不赔的盘子，还能顺便帮灿星文化渡过难关，咱们双赢啊！林总，您看这个回报率，我们在海外有丰富的运作经验，这次回国就是想把先进的模式带进来。只要您这边资金一到位，灿星文化那边立刻就能无缝对接，婉晴也会非常感谢您的。贺总，你这份方案水分比这壶茶还大呀！林总真会开玩笑，我们的数据都是经过严格审计。行了，且不说你这几年连个像样的成功案例都没有，单说这利用率，简直是拿我当傻子。林总，您再考虑考虑，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再说了，根据正常商业判断，你这项目不行，而且沈老板的事儿轮不到外人插手。该死，林永生不识货，有的是人抢我。喂，赵总，我是华创的贺子航，正想约您。不好意思，最近资金盘子紧，你的项目我看了，风险太高，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何总，您听我说，我这个项目绝对……贺总，方案太虚了，我这边还有个会，先挂了。我就不信了，我堂堂海国连本地图老板都搞不定。接电话呀，接啊！怎么可能？整个圈子没人接我电话。沈墨川，你敢说不是你下的封杀令？现在我被整个圈子踢了个扁，你满意了？贺总，火气可真大呀！来，喝杯茶消消火。你少在这装蒜！林永生、魏宪邦还有城南那几个投资机构，今天全都不接我电话，就算接了，也是一听我的名字就挂。你敢说不是你在背后下了封杀令？封杀？怎么敢做不敢当？你为了报复婉晴，为了把我赶出这个圈子，动用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关系，我断了我的活路。沈墨川，你真卑鄙！贺子航，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坐下说，别像个输不起的赌徒。我如果要动你，你连走进这间茶馆的资格都没有。那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拒绝我？我的项目计划书完美无缺，如果不是你打过招呼，他们凭什么连看都不看一眼？沈墨川，你是不是在针对贺子航？你说的是谁？贺子航，他这周联系了好几个人谈合作，全被拒了。别告诉我这是巧合。林婉晴，你信不信我说的话？你说，我没动过贺子航，他被拒绝是因为他的项目不过关。3个不同行业的老板不约而同拒绝一个人，不是因为有人打招呼，是因为那个人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投。你不信也没关系，你去问问那3个人，看他们怎么说。还有林婉晴，你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外人的话比你老公的话更可信了？听清楚了，我没动你，因为对付一个拿着空壳方案到处招摇撞骗的废物，根本不需要我出手。你急吼吼把我叫出来干嘛？程瑞给我下了最后通令，我今天要是再拉不到投资总监的位置，就真保不住了。别看了，你现在就是把策划书看出花来也没用。你发什么神经？我现在四面楚河，沈墨川要把我逼上绝路，只有子航还在外面替我跑关系，我不能连自己都放弃，替你跑关系。婉晴，你脑子进水了吧？你真以为贺子航是什么救苦救难的白马王子？谢可欣，你什么意思？前几天你还帮我骂沈墨川，现在怎么反倒阴阳怪气起帮我的人了？我之前帮你，是因为我以为你们夫妻吵架，沈墨川欺负你，
但我这2天越想越不对劲，贺子航那副傻逼做派太假了，我就托我金融圈的朋友去查了他的底。你睁大眼睛看看，他在国外根本不是什么高级合伙人，就是一底层分析师，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不可能，他开的是保时捷，穿的都是高定，他还说要拿2000万投我的项目，那是租的，全是包装出来的行头。他回国1年一个成功项目都没有，全靠假简历在外面招摇撞骗。你胡说！他天天给我送饭，陪我加班。他说我值得更好的，他图什么？我都被沈墨川断了资源了，他图我什么？他图你手里那些你以为属于你，其实全都是沈墨川的人脉。他就是想趁你们闹离婚，借着你的壳子去吸本地商圈的血。我不信，你朋友肯定查错了。子航名下有华创投资公司，那是实打实的机构。好，你不信是吧？你自己去查，看看他那个破公司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子航，我这边有个合作方说想去你们华创投资的实体办公区考察一下，顺便把合同签了。你把公司地址发我一下。考察？婉晴，这太不巧了，我们公司最近正好在扩建，原来的办公室退了，新的还在装修，现在大家都在居家办公。是吗？连个临时接待室都没有吗？婉晴，你这是在查岗吗？我为了你的事跑得焦头烂额，你连这点信任都不给我。先不说了，客户催了。我嫌弃了5年的真龙，却去信了一条憋着人皮的癞蛤蟆。沈墨川，原来你早就知道，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墨川，我知道错了，我都查清楚了。贺子航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的华创基金根本没有牌照，是个连办公地址都没有的空壳公司。他那些海归背景投资项目全都是包装出来的，之前那些事儿都是他故意挑拨。我是一时鬼迷心窍才信了他的鬼钱。现在我看清他了，我跟他彻底断了。墨川，我是被骗的。说完了。你不惊讶吗？他差点骗了我们所有人，他差点毁了我的事业，毁了我们。他骗的是你，不是我。沈老板，婉晴她确实是一时糊涂，被有心人钻了空子。他查明了贺子航底线后，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沈老板，你们这事儿到底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谢可欣，谢谢你帮他，但是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难以复原。墨川，我知道错了，我以后绝对不和他来往，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可以不追究，可以不报复，可以放你自由，但你让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做不到。就因为一个骗子，你要跟我计较到底？贺子航的底细我没兴趣，我说碎了难复的也不只是他。你有时间来找我，不如先去处理一下你们公司的事。灿星文化续签下半年的租赁合同，另外我想直接跟产权方谈谈，看能不能减免点租金。抱歉林总监，租金减免我们做不了主，得业主点头。所以我让你把业主的联系方式给我，或者告诉我他是谁，我自己去谈。这业主平时不怎么管事儿，都是交给我们代管的。一条街的商铺，他不管事。你把系统转过来，我看一眼产权方公司总行吧？沈墨川？哪个沈墨川？就是街角开茶馆的那位沈老板啊。林总监，您没事吧？不可能，他就是一个开泡茶馆的，怎么可能是业主？你查，把墨川实业名下的产权全给我调出来，快点！我每天上班的写字楼，我每天买咖啡的店，我下班去的健身房，连我脚下踩的地板砖都是他的。林总监，您脸色太差了，要不要喝杯水？5年，我嫌弃了他5年，原来我才是那个笑话。
你这茶馆开在这种地方，租金那么贵，能回本吗？别到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不用担心租金，不用担心，你以为你是房东啊？真撑不住就说，我给你付。37间铺子，全都是他的，我竟然问他是不是房东。破茶馆，没出息！我到底干了什么？这5年，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他面前炫耀我那点可怜的业绩，还嫌弃他不上进。婉晴，你听我解释，那个项目真的是个误会。沈墨川，看到没有？这是我凭自己实力拿到的，你那个茶馆一辈子也赚不到我1年的奖金。婉晴，恭喜！凭自己实力，原来我所有的资源都是他给的。林婉晴，你就是个笑话，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5年嫌弃的每一句话，此刻像刀片一样回来割我。我必须去见他，我要问清楚，为什么？37间铺子，整条商业街的业主，沈墨川，你骗得我好苦！喝一杯吧。我不喝！看着我这5年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你面前炫耀我那点可怜的业绩，炫耀我认识了什么总什么懂，你心里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笑？我没笑过。那你为什么不说？你明明什么都有，明明动动手指就能帮我，却眼睁睁看着我在外面赔笑脸求资源，你把我当什么了？嫂子也在。墨川，那个江南新城的围挡广告位谈妥了，合同我带来给你过夜。抱歉，你们在说事儿，我过会儿再来。你是不是真的很恨我？不，我不恨你。不恨？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5年了，哪怕你提过1次。物业公司每年都会给我寄年报，信封就放在书房的台盘上，5年寄了5封，你都没看过。我以为那是你的水电费单。那你也从来没问过。5周年纪念日，我给你的那个红木盒，你还记得吗？我以为那是你买的廉价茶叶。那是商业街37间商铺的产权复原件，你让保洁扔进了储藏室。还有，去年10月茶博会，你和谢可欣来找我拿车钥匙，沿途7个展商叫我沈总。我以为那只是人家客气。你不是觉得他们客气，你是觉得你的丈夫只配在街边卖碎茶。前年，灿星资金链断裂，程瑞要裁掉你。第2天，灿星拿到了罗世平的300万预付款。那是我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 PPT， 是我自己争取来的。你的 PPT 漏洞百出，是我给石世平打的电话。你每天回家抱怨同事，抱怨客户，嫌弃我不求上进。我坐在沙发上听你抱怨的时候，刚签完魏建邦2亿的地皮转让。别说了，求你别说了。你嫌我身上有茶味，一回家就戴上耳机。你从来没看过我书房桌上的年报，从来没问过我每天在见什么人。你不是被骗了，林婉晴，你是瞎。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不在乎。这3个字，你留给5年前的自己吧，门在后面，不送。
婉晴，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有什么资格骄傲？5年，你嫌弃了他5年，你觉得他是个只会跑茶的废物，觉得他配不上你这个光鲜亮丽的总监。其实你才是那个废物，你才是那个靠着别人吸血还沾着自己的寄生虫。沈梦川，对不起，我才是那个错的人。3年，你连我哪天胃疼都记着，可我连你每天几点回家都不知道。这是我嫌弃太丑，一次都没戴过的那个。林婉清到底有多瞎？你凭什么嫌弃他？你算个什么东西？第一条，我把他的真心踩在脚底下。第二条，我为了一个骗子，亲手推开了最爱我的人。第三条，我活该失去他。这才是真正的我，没有那些包装，什么都不是。以后踏实点吧。沈墨川，这一次我不是来要资源的，也不是来要你原谅的。你给过我5年，我还你一辈子，好不好？沈墨川，你断我的财路，让我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你也别想好过。我看你是这次怎么收场，你的那些大佬朋友还能不能保得住你这层虚伪的皮？墨川，你还有心思在这洗锤背？网上都炸锅了。出什么事儿了？贺子航那个孙子在本地论坛发了个长帖，把你老底都掀了。虽然没指名道姓，但就差把你身份证号贴上去了。底下全是不明真相的网民在跟风骂你，说你是黑恶势力，垄断商业街。要不要我找人直接把这帖子端了？不用，不用，你疯了！这脏水泼得满天飞，你不嫌臭？让他发的越多越好。墨川，你什么意思？他那帖子全是推测，没有一条实锤，但是他自己公司的问题全是实锤。他不是打着灿星文化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吗？这份大礼，程瑞应该很喜欢。无基金管理牌照，违规募集资金，虚假宣传，这个姓贺的王八蛋居然敢拿我灿星的名头在外面搞诈骗！法务部立刻给我起草一份声明，全网发布，宣布灿星文化跟华创没有任何合作关系。还有，把这份声明连同我发给你的违规资料，立刻递交本地金融监管部门，马上办。沈墨川，这下你该身败名裂了吧？楼主别装了。天眼卡显示，你拿华创公司注册资纸本50万，实缴是0，空壳公司。灿星文化刚发了声明，说楼主是打着他们旗号诈骗，已经报警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喂，是贺子航吗？这里是本地金融监管局，关于你公司涉嫌违规募集资金和虚假宣传的问题，你立刻过来配合调查。墨川，你在里面对不对？墨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要离就离，但你让我把话说完。这5年，我一直觉得你是我的拖累，我在外面拼死拼活赔笑脸，回来看看你在这跑茶，我就觉得烦。我觉得你没上进心，没出息，根本配不上我。结果配不上的人是我，从头到尾像个跳梁小丑一样自以为是的人是我。林婉晴，先进来再说。墨川，今天的茶不错，我们先走了。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那么对你，我不该。别哭了，喝口热的。你不生我的气吗？气过了。
婉晴，公司现在正是重新洗牌的时候，你没必要这个节骨眼上引咎辞职。程总，不是引咎，是认清现实。你带团队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灿星需要你，我带团队的能力，程总，您就别给我留面子了。我这5年的业绩，一半是水分，另一半是沈墨川的人脉。我坐不稳这个总监的位子，也不想再自欺欺人了。谢谢您这几年的照顾。墨川，你教我跑茶吧。为什么？我想了解你在做什么。如果你还愿意让我了解的话。水温90度，白茶不用太烫。手腕放松，别死死攥着壶把，靠手腕的重力去压。好。林婉晴，协议书我收起来了，但不是撕了，是收起来了。我给你3个月时间。看见没？就是他，灿星文化前总监林婉晴。总监？圈子里谁不知道她以前的业绩全靠她那个有钱老公砸资源喂出来的？离了她老公，她算个什么？贺子航那破事儿闹得满城风雨，她居然还有脸来咱们公司，指不定这次入职又是背后找了什么见不得人关系。星耀品牌的案子是咱们部门下半年的重头戏，公司高层盯着呢。这次项目组只要精兵强将，不养闲人。王主管，这是我昨晚连夜做的星耀品牌竞品分析和初步策略，我申请加入核心项目组。婉晴啊，你的履历确实很光鲜，不过嘛，咱们公司看重的是实打实的落地能力，不搞那些虚头两脑的资源召唤。我在灿星带过同量级的项目，这份数据模型完全可以证明我的独立执行能力。你刚来，先熟悉熟悉公司的饮水机在哪儿吧。星耀的案子强度太大，要天天熬夜下基层，怕你这阔太太的身子骨吃不消啊。星耀项目组名单定了，大家按分工干活，散会。他给我3个月时间，沈墨川在看着，我绝不能在第一天就认输。哟，这一组核心项目的名单上怎么没你的名字啊？不是说你人脉通天吗？没进就是没进，我服从安排。停！绿源生鲜那个单子下周就到期了，客户闹着要解约，谁去接一下？那种烂尾单，预算少要求多，谁接谁背锅。都没人接是吧？王主管，交给我吧。林婉晴啊，这客户脾气很臭，而且公司不会给你批任何额外资源，你确定？我确定。3天内我给您答复。以前靠他人的资源铺路，现在我只能靠自己。张总您好，我是星耀的林婉晴。我知道您对之前的转化率不满意，我重新跑了您店里近半年的数据，发现流失点在复购环节。我做了一套新的促活方案，能把流失率压低15%。拿我这份对赌协议，如果达不到，尾款全免。您给我5分钟，我把文件发您。主管，林婉晴接那个绿源的单子都3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估计早就搞砸了吧。王主管，处理完了，这是绿源下一季度的续约合同。续约了？这怎么可能？不仅续约了，张总还决定追加30万的预算，增项合同在下面那份。加了30万，就那个挺好，干得漂亮，婉晴，你这数据做得太扎实了。沈老板，你猜怎么着？今天张总去婉晴新公司找茬，拿你以前的事儿疯狂刺他，想看他笑话。他怎么做？他硬是一句都没提你，直接拿专业数据把张总的脸都打肿了。那老狐狸最后乖乖签了字。沈墨川，婉晴这次是真的脱胎换骨了。确实有长进。
不能邀功，不能越界，只是汇报。现在只是合作关系，别让他觉得我还在讨好他。林婉晴，这倒是挺像她以前的脾气，死要面子。不过这份成绩单，她倒是干出来了。才刚开始，林婉晴，你还在奢望什么？他凭什么要回复你？你以前是怎么对他的？心里没数吗？沈曼川，我会让你看到，没有你，我林婉晴也能站得稳。这一次，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地站在你面前。婉晴，你终于开始为自己活了。婉晴，今天这场和远大集团的洽谈是核心组这个季度的生死战，一定要严阵以待。李组长放心，远大集团过去3年的竞品数据我已经全部拆解完，只要他们看中转化率，这单必下。你办事我放心。今天这场和远大集团的洽谈是核心组这个季对合作方的背景审查极严，甚至专门外聘了一个风控顾问。风控顾问？对，据说是个海归，专门替他们查合作方的底细。一会儿你主讲，千万别在履历上留画饼。我明白。现在的我，履历上只有实打实的数据，没有任何水分。张总，抱歉来迟了。李组长，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远大新聘的顾问贺先生。林总监，好久不见啊！几个月前你被沈总扫地出门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敢在商圈露面了呢。贺顾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总、李组长，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位林总监当年在大学可是最懂怎么利用男人资源的。他以前那些光鲜亮丽的业绩，哪一个不是靠他那位前夫沈墨川施舍的？林总监，有这回事？不仅如此，他婚内还跟我纠缠不清。张总，把项目交给一个靠出卖感情上位毫无底线的人，您放心吧。林总监，贺顾问说的是真的吗？张总，既然贺顾问提到了我们的深入交往，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细节。婉晴，过去的情分就没必要在台面上说了吧？你当初为了潘高枝把我甩了，现在又何必赶尽杀绝？给自己留点体面吧。贺子航，你不用拿我的过去来掩饰你的龌龊。我承认，我曾经虚荣愚蠢，为了一个虚假的海归精英梦背叛了我的丈夫，这是我的错，我认。我也在为我犯下的错买单，但是我的私德有亏，不代表你可以拿它当挡箭牌。你利用我的虚荣心，实则是为了窃取商业机密。好好看看你给我发过什么，婉晴，只要你肯把沈墨川的客户名单给我，我保证让你成为我基金的合伙人。你胡说八道什么？把手机给我！10月15日，贺子航连发3条语音，内容提炼如下：婉晴，我那家海外基金虽然还没拿到国内牌照，但只要你投200万，我立刻带你进核心圈。无牌照空壳基金，贺子航，你敢拿这种背景来远大做风控？张总，您别听他断章取义，这都是他为了报复我伪造的。贺子航，你所谓的旧情，不过是单方面的死缠烂打，加上乍见未遂的借口。你这个贱人，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保安，把这个骗子给我轰出去，立刻解除他的顾问合同。放开我！你以为你离了那个人算什么东西？你装什么独立？张总，让您见笑了。不过我相信远大的专业度绝不会被这种人影响。刚才吓死我了，我还怕他压不住台子，急着叫你来。看来他真的不需要别人替他出头了。我就知道他能处理好。数据报表我马上核对完发群里。
你怎么来了？路过，顺便来看看，喝杯茶吧。今天让你看笑话了。不，你处理得很好。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我该走了，你好好上班。茶泡好了，尝尝吧。以前在家里，你每次泡茶，我都嫌你慢，嫌你没有上进心，只会摆弄这些没用的东西。其实是我自己心虚，我怕别人觉得我嫁得不好，怕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5年前我答应嫁给你，其实不全是因为感情，还有我的虚荣心。说出来了，他会觉得我很恶心吧？这么虚荣，这么不堪。茶凉了，喝热的。婉晴，你签字的时候到底哭得有多厉害？还有3天，你就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自己了吗？刘婉晴，你到底要我拿你怎么办？莫川，按你说的，水温刚好90度，白茶不用太烫。你站在这里多久了？从你打开抽屉开始。我知道那份协议还在，也知道你刚才差一点就签字了。外面凉，进来坐吧。